好，最新消息，日元崩盤哦。日本现在呢是向美國求救，還是美國要收割呢？因為川普最新也講說哦，這個日本有向美國來求援哦，是不是也暴露了有關於東京現在面臨的經濟危機呢？另外，我們看到的是包括它的匯率創下40年的新低，還有上萬家的企業倒閉，跟它超過了 GDP 260%的債務哦。日本經濟防線告急嗎？今天會做深度的剖析，歡迎觀眾朋友留言。如果你認為日本的經濟陷入慘況危機，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還沒有，還有待觀察，留言寫2。我們一起做互動。日本的經濟是不是面臨數十年來最大的一場壓力測試呢？我們知道，過去日本的經濟可以靠着出口，靠着低利率，還有海外的資產撐起了第3大經濟體，但是現在這個神話是不是因為面臨了4大危機，所以不在了呢？好，這4大危機包括了我們等一下會來特別聊的日元暴跌，還有內部通膨升溫、企業倒閉跟債務失控的4大日本現在面臨的危機。先來看日元的部分，現在跌到了新低點，40年新低，迫使美日睽違多年，這一次決定要再次的聯手來干預匯市，就是認為說，日幣啊真的不能再跌了。好，我們先看到日本做了什麼事情，再來看美國做了什麼事情。日本為了要救日元，其實呢，今年4、5月就已經開始救了，不是現在才救。當時政府出動的是11兆的日元來護盤，結果有沒有用？幾乎是完全沒有用的，所以日本這一次可能再投入530億美元護盤，到底有沒有用呢？其實很多專家也不看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美國又做了什麼樣的動作來保護日元呢？美國方面，川普說了，日本向我們求援啊，希望我們幫助日元趕快的穩定。那川普也說，其實呢，我們幫日本對我們也有好處，也是符合美國利益的。這句話什麼意思？等一下我們來特別解讀。再來，財政部呢也在7月31號傳出他們會接下來怎麼做呢？把歐元給賣了，乾脆買日元吧，來幫助日幣的這個支撐。那有媒體就拍到說，當時啊，貝森特其實呢，他就在寫一個有關於代辦的清單當中呢，寫到被媒體拍下來說，貝森特寫要接下來買進50到100億美元等值的日元，要來護盤日元。大家也在看說，你美國要介入去護盤日元，是不是不懷好意，而不是真的要幫助你的盟友？現在呢，專家也列出了3個原因，為什麼美國要去護盤日元。第一個是避免日元過度的貶值，弱勢的日元是有利於日本的出口的，這樣會衝擊美國的製造業，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是要防止日本的金融市場劇烈波動，而日本長期持有美債是主要的持有國，如果日本的金融市場表現不好，恐怕也會重擊美國。第三個是它要維持全球的金融的穩定。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日元40年新低？川普說了，日本向我們求援，難道是揭開日本的經濟危機嗎？再來，為什麼他要救日元呢？因為其實過去我們回頭看，1985年曾經有這一場廣場協議，美國曾經透過這個救日本的匯率干預匯市，讓日元升值。結果後來發生的事情就是日本它的這個泡沫的危機。那這一次他伸手救日元，真的是救盟友嗎？還是變成美元霸權下的金融收割？兩個問題，委員怎麼看？對，剛才思敏告訴大家，專家所分析的這個3個原因都是存在的哦。那麼現在對川普來講，他正在下的是全球的這個一盤大棋哦。所以大家仔細要看的是說，現在的能源問題沒有解決哦，所以原油價格持續的在飛漲。未來的這個戰況如果再變得激烈的話，那麼這個問題就更難解哦。然後呢，美國的國內的通貨膨脹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哦。那麼現階段他也不敢這個用升息的方式，因為現在美國所面臨到的不是升息可以解決的哦，就是因為美國的通貨膨脹最主要的是來自於外部啊，是來自於這個全球的能源價格跟糧食價格這個全面的漲價哦。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是你升息就可以把這個通膨壓下來的。那當然，在包含現在 AI 的這個何去何從，很多的 AI 產業現在面臨了一個盤整期哦。大家對於很多 AI 巨頭不斷的在市場上吸錢，可是卻始終無法獲利，大家開始產生了高度的憂慮哦。然後再加上 AI 產業又面臨到來自於中國大陸的這個 AI 的這些模型的這些威脅哦。所以其實美國的股市算是搖搖欲墜的，這就是大家為什麼最近看到這個股市漲漲跌跌，而且幅度都很大，一點風吹草動，這股市就大跌了哦。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如果日本的日元仍然無量下跌，那麼這對全球的金融局面來说是造成一個非常大的變數的。那麼一旦這個全球的金融的是緊密互相連結的狀態，就有點像什麼？大家知道，就有點像
一群登山客，大家都綁在一起，每一個人都用繩索綁在一起。日本也是國際金融體系很重要的一份子，所以當其中一個登山客掉到山崖的時候，他就有可能把大家一起拖下去了。所以你說對美國來講，他當然了，你說收割有其可能，但是最主要的，他要自保啊，他就是不希望被日本拖累。不過現在的問題來了，在今年的就是前幾天7月31號啊，美國跟日本在睽違了15年之後，再一次的聯合開始進行買進日元的動作。那你說美國跟日本聯手買進日元，當然你是在短期之內它可以產生一定的效果，所以你看到日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從164反彈回到了155了。那可是關鍵問題來了，這要有2個因素大家要考量的。第一個因素是美國跟日本聯手，你們投下來的子彈能不能夠跟市場的空頭力量來做比拼啊？市場的空头力量可能有2種啊，一種就是所謂的這個對沖基金哦，那麼另外一種可能就是一般市場上的散戶哦。那麼現在變成說這2股力量開始對沖，所以我很關切的是，你日銀究竟要投多少美元啊？你投530億，再加上這個美國財政部的100億，不過就630億哦。630億，短時間內守得住，長此以往呢，你每天都要不斷的在買嗎？去守住你現在的這個日元的狀況嗎？而且各位知道，通常國際這些空頭力量哦，就當然這一次我们不曉得是不是有計劃的在空日元哦。那麼如果是有計劃的，各位就可以看一看當年1992年 Soros 去空英鎊，他是怎麼做的？他是用了外匯的遠期合約再去綁銀行的信用額度啊，這2個綁在一起，讓它的槓桿擴大10倍。他投了10億美金下去，可是他用100億的美金去空英鎊，最後把英鎊打垮了。所以到底市場的空头力量有多大？630億或者700億甚至1000億，能不能夠敲動，讓市場的空头力量要立刻來進行回補？那麼這個我們可以做後續的觀察。是第二個關鍵問題是，他現在打算怎麼做呢？他短期之內把它拉升，然後他希望讓這些過去我們講到的借日元去買美元賺這個套利、這個價差的人。因為會面臨到了匯損的問題啊，就是你當時借的日元的這個額度是很低的，可是因為你的日元現在在漲啊，所以你在這個你借了日元去買了美元，你所得到的收益，在面對到你的匯損的時候，究竟划不划算？他現在在做的是這個盤算。可是關鍵問題來了，因為他們之間的匯率差距太大了，一個是1%，一個是3.5到3.75，中間差了2.5到2.75的利率哦。所以，除非今天匯損很大，大到這些。借日元去買美元的人不得不回補，是。那在這個情況之下，這樣的一個趨勢才能夠擋得住。所以其實長遠來講，他們最大的問題還是在匯率的這個差距過大。這個問題不解決，你現在所投下來的錢就是肉包子打狗了。你就是不斷的在投下去，那就要看你手上有多少子彈能夠把這個洞填平了。好，這個是有關於目前日本金融市場所面臨到的困境哦。那其實我們看到整體的金融市場也會影響到整體的經濟表現，甚至已經衝擊到日本實業。然後呢，引爆了從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日本的企業倒閉潮。我們來看到最新的一個真實數據，日本企業去年破產10505家，創下10年新高。今年上半年破產家數也有達到了5000家，特別是我們看到這個負債額達到1000日元以上的日本企業破產數，比去年同期暴增了7%左右。背後的原因，現在說除了這個物價飆升之外，還有日本的缺工問題、能源成本增加，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日幣貶值，造成進口的成本暴增，而受到影響衝擊最大的就是這些中小企業了。當中我們要來看到一間是成立超過70年的日本老牌支付企業，叫做全東信，最新它宣布破產了。要知道它的衝擊是因為它下面它的客戶合作商家大約是20萬戶，如果它破產，預估會影響到2萬家的店家，涉及53億的日元貸款。這個是單一危機嗎？還是只是日本的一個還是它是一個日本的內需跟金融體系整體的一個問題？楊老師又怎麼解讀？它根本就像是堺雅人演的那個《半澤直樹》這部片的重演，也就是說加倍奉還，在關西的銀行整個介入到的整體幾十年來的就是隱藏一些資產的問題，然後不斷的擴大它裡面內部的這些財報的造假，然後最後呢一爆而發，變成就是一個非常嚴重到影響到整個日本經濟以及相關的這些支付系統的問題。
全東信其實它是來自於大阪，很早期的時候，應該是在疫情前，它就開始就發得很大。疫情前的時候，它曾一度1個月的收入可以來到財報上看到是80億日幣啊。那但是疫情的影響，第一個就造成整個這些小商家的這個就是收入減少，所以它的收入一下減少到50億日幣以下。它的主要的模式就是說，它跟那些大型的這些第三方支付，它就叫第三方支付，是，也就是消費者跟小商家買的東西之後呢，我用刷卡、信用卡的話，你通常等個幾天，甚至要等幾個禮拜哦。信用卡公司在處理過相關的過程了之後呢，才會把錢給這個商家。大型企業不擔心，但小商家如果說今天100萬日元的這個消費，我隔一天就能拿到，那當然就會影響到我後續的整個物流以及這個相關的這些賬務。那因此呢，他就用這個方式，我先墊給你，我扣掉了你加入的相關的手續費的這，我先墊給你，然後之後呢，全東信再去跟信用卡公司去取款，是這樣子的方式。然後他就中間賺跟廠商家的這個就是手續費，那如果多的時候呢，當然他就賺多了，但是這裡面就問題重重。怎麼問題重重？第一個，當然疫情是個影響；第二個，後來像是 PayPay 啊，我們在台灣有很多類似這樣用刷 QR code 的方式，大陸叫做微信跟這個支付寶。那這些方式呢，就越來越方便的時候呢，用信用卡的這個比例就降低。但是有一些小商家，他可能還是接受以信用卡為主啊，不接受這個 PayPay。不過現在我看到日本大概已經很少不接受 PayPay 這樣一個做法的了哈。因此，但第一個這個量就減少，然後第二個，當它爆發的時候，他發現到他過去不斷的造假，他的財報造假，他的整個負債造假，20年的造假，那這個就產生了很嚴重的問題，就是現在到底這個過程當中，銀行怎麼會不知道？信用卡公司怎麼會不知道？還是說大家共同的來去做了一個類似像這樣子的一種欺騙的行為？那這就是直指問題的核心。那日本很多事實上，這種中下游公司或者是相關的這種企業公司相互的持股投資的情況之下，它就造成相互的造假掩護。那這個就我們看到類似像半澤直樹這部片子裡面一模一樣的情景，就出現到今天全東信的這個案子當中。好，這個是其中的一個債務問題。那我們如果來看，望眼是有關於日本的國債問題，其實呢更嚴重了，因為現在日本的國債已經超過 GDP 的260%了。那日本政府每年支出當中有25%是用來支付這些債務的利息的，等於日本政府每花費4元，有1元都是在還債。那日本現在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趕快加強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尤其是 APEC， 他們希望能讓高市早苗跟習近平見上面，但是中國大陸現在態度也非常的強硬如果說日本不調整對中的政策的話，他們是不會安排2位元首來見面的。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講到這一次的外匯干預的部分外匯干預其實是一場信心的遊戲信心的遊戲會取決於我們剛剛聽到這個大千委員特別講到不空單的部分那其實這一個外匯干預最不希望的，也就是市場產生任何的疑問，但是疑問出來了，也就是你美國去買日元，你為什麼用的不是你美元？你為什麼直接拋售的是歐元？你是因為如果你用的是美元的話，是不是你的債務更加的那個高漲？然後你美國其實沒辦法，那這個也就變成原來只是日本的問題，現在反映出你美國也有問題。而且呢，如果我們現在看這張圖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剛剛有主持人有特別講到在這一個今年已經兩次干預，也就是我們看到1月23號跟4月29號。可是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反彈的速度，第一次它這一個反彈的速度還比較慢，第二次立刻反彈，意思是什麼？因為你越干預呢，越心虛。大家知道這個就是不空單直接狙擊你日元最好的時機點出來了。那現在美國介入的时候，是不是也就證明了這麼一件事情？所以我們講到說，現在這個問題其實是日本真正的債務問題，結果把美國一起拖下水。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